好的，世界杯已经进入了第3轮，这一下子每天突然6场比赛，老 K 怎么受得了啊？饕餮盛宴。好在每次有2场比赛是同时进行的，对大家的设备提出了考验，不只有电视，手边还必须有个 iPad。那么先看苏格兰对巴西，先说结论，巴西胜2-0或者2-1。这场比赛不仅决定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能不能以小组头名身份晋级，而更关键是另外一边苏格兰国家队能不能历史性首次杀入世界杯的淘汰赛，这是一整个国家的终极梦想。现在的 C 组，巴西和摩洛哥同积4分，英格兰积3分紧随其后。巴西主教练安切洛蒂必须要确保小组第一，同时还有个任务，要避免进入淘汰赛有核心球员停赛。好在进入淘汰赛阶段，单张黄牌会自动清零，而且这一次还设立了2个黄牌的清零窗口。3轮小组赛结束后单张黄牌清零，进入淘汰赛后在8强赛结束以后再次自动清零。不过如果球员在清零节点以前因为累积了2张黄牌已经触发停赛，那停赛的处罚也必须执行。还有红牌属于严重违规，任何阶段都不会被清零。现在巴西队最大的问题还是伤病，但好消息是内马尔已经重新加入了全队合练，还参加了有球训练。这次为了他，整个巴西国家队从教练组到队医到体能教练到理疗师还有运动表现分析团队，已经是全马力开动，实施了一项多学科的综合保障计划，通过血液检测、GPS 运动监测、专项肌肉强化训练多重手段持续跟踪内马尔的身体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恢复过程中如何避免内马尔出现新的伤病。但巴西队最大的问题是拉菲尼亚，他在对阵海地的比赛中提前因伤退场，而伤情报告比较严重，右腿筋轻微的撕裂，撕裂的正是本赛季一直困扰他的同一块肌肉。此前拉菲尼亚已经2次伤病复发，导致他缺席了在巴塞罗那3个多月的比赛。现在巴萨俱乐部非常担心，如果让拉菲尼亚仓促复出，那他旧伤再次复发的风险会极高。考虑到他过往的伤病史，是不是要冒险复出，决定权在安切洛蒂。巴塞罗那相信老帅的经验和职业素养。另外巴萨的阿劳霍也是同样如此，他的小腿拉伤无法出场，为了缓解伤势，阿劳霍第一时间前往了马德里，拜访了巴萨队医以外的专家。这个举动让俱乐部和国家队都感到很惊讶，甚至震惊。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阿劳霍的治疗效果也不理想。作为乌拉圭的绝对核心，他已经缺席了对沙特和佛得角的比赛，而且几乎肯定无法出战对西班牙的比赛。好在巴萨的头号球星亚马尔在西班牙国家队的医疗团队完美而且专业的帮助下已经重返赛场，对佛得角打了20分钟，对沙特打了45分钟。如果没有出现意外，亚马尔可能在对乌拉圭的时候打满全场。现在他的风险已经被降到最低。好，小组赛第3轮，欢迎您继续锁定老 K 足球新闻。喜欢的话，欢迎您订阅点赞。那咱们继续。而巴西队拉菲尼亚这边，家人们正帮着辟谣，说他的伤势还是不太重的，有望在15天后复出。所以无论如何，未来的这2-3场关键比赛指望不上他了。巴西的右路突然变成赛前最大的阵容方面的问题。现在多数评论员都倾向于路易斯恩里克，因为他有强大的1对1能力和速度。而这一场对苏格兰队长罗伯逊，过去利物浦的边后卫，这是一个老 K 非常喜欢的性格很强硬的球员。冷知识，罗伯逊15岁的时候也因为身体太瘦弱，个子太矮，当时他的青训教练觉得他未来无法适应成年足球的对抗，残酷地将他解约。得知消息的那一天，15岁的罗伯逊回家后就抱头痛哭，第2天去学校，他甚至觉得在朋友面前都抬不起头。而为了继续踢球，他加入了第4级别的业余球队女王公园。当时父母也明确地下达了最后通牒，再给你12个月，如果还没有混出职业合同，你就必须放弃足球去读大学。可幸运的是，在随后1年，孤注一掷破釜沉舟的罗伯逊迎来了身体的2次发育，他的球技和场上表现也立刻爆发。不过在业余球队女王公园踢球的时候，他的周薪只有可怜的18英镑。为了维持生计和攒邮费开车去训练，他不得不兼职打工。他做过玛莎百货的收银员，也做过货架的搬运工。18岁的时候，2012年，罗伯逊在推特上发了一条后来火遍全球的推文。他写道：这个年龄没有钱，生活就是垃圾，我需要一份工作。哈哈，谁能想到几年后，罗伯逊的身价和年薪就已经达到1000万级别。而特别有意思的是冷知识啊，因为女王公园队的主场就在苏格兰国家队的主场，
是汉普顿公园球场。罗伯逊作为编外人员，同时还要承担球场的后勤工作。2013年，在一场国际比赛，比利时国家队来到这里。年轻的罗伯逊当时的职务就是看台的带路员，他曾经亲自为曼城的传奇队长孔帕尼引路，还递给他一本比赛日手册。不仅如此，当苏格兰队一线球星到球场训练的时候，比如像曼联的弗莱彻等等，罗伯逊还要负责给这些老大哥们折叠训练服、洗衣服以及发装备。但仅仅几年后，他自己就成为了国家队队长，和这些老大哥并肩作战，还在英超赛场上一次次正面的硬刚孔帕尼。所以这样在底层挣扎，后来又一球成名的故事，老 K 真的很喜欢。正因为如此，罗伯逊成名以后，一直保持着过去那种极其朴实、极其善良的品质。他在加盟赫尔城拿到了人生中第一笔真正的丰厚的薪水以后，他没有买豪车，没有买超跑，而是立刻在格拉斯哥给父母和哥哥买了一套新房子。他说，为了我的足球梦，我们全家付出了太多的牺牲，我必须报答他们。而在自己满21岁的生日派对，他明确告诉所有的亲友，不要送给我任何生日礼物，请把买礼物的钱折成现金捐给当地的粮食银行 Food Bank， 哪怕是5英镑，哪怕是10英镑。最后罗伯逊就带着一笔沉甸甸的慈善支票送到了救助站。后来罗伯逊当年的青训教练曾经感叹道，安迪·罗伯逊的经历就是给所有被豪门淘汰的孩子最好的榜样。生活也许会关上一扇门，但只要你肯疯狂的奔跑和坚持，你也能亲手砸开下一扇窗。罗伯逊最有意思的是那一次安菲尔德奇迹，利物浦在首回合0-3落后的情况下，第二回合4-0，史诗般的逆转了梅西的巴塞罗那。那一次罗伯逊对梅西有一次著名的摸头杀，更准确的说是推他的头挑衅。当时第一回合利物浦0-3极为绝望，回到主场，主教练克洛普给全队下了一条铁血的命令，疯狗式的逼抢。所以第二回合比赛刚刚进行到第1分钟，整支利物浦完全是要掀翻巴塞罗那极为凶狠的气势。当时梅西在中圈附近拿球试图突破，利物浦的中场法比尼奥和左后卫罗伯逊一起合力死缠烂打，绞杀他。在非常激烈的身体对抗中，3个人的腿都缠在了一起，梅西只能失去平衡地倒在草地上。而这时候倒地的梅西坐在地上，举起双手向主裁判示意这是一个犯规。这个时候罗伯逊从梅西的身后斜方跑过，他非但没有收脚，反而顺势弯下腰，伸出双手狠狠地按在梅西的后脑勺上，还用力往前一推，直接将梅西的头狠狠地摁得向前低了下去。这个动作有非常强烈的侮辱性和极为强烈的挑衅，立刻点燃了火药桶。强如梅西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也很少遇到这样粗暴的无理对待，他转过头一脸震惊地看着罗伯逊，随后立刻愤怒地站起身，冲向罗伯逊进行激烈的对峙。但很不幸，这一幕发生在主裁判的视野盲区，而且当时 VAR 也没有介入，所以开场第1分钟罗伯逊就幸运地逃过了黄牌的处罚。后来2个人全场都在较劲儿，这也许就是罗伯逊想要的。镜头还拍到过梅西在一次定位球的防守中悄悄从背后也推了罗伯逊的后脑勺一下作为回敬，2个人再度发生口角。这时候利物浦的队长亨德森迅速跑过来将梅西推开，保护自家的左后卫。后来的罗伯逊坦言，当晚的利物浦在0-3的情况下需要一些特别的东西来打破巴塞罗那的节奏，所以这正是他的精神战术。他从开场的第1秒就对巴塞罗那绝对的球王梅西进行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极限施压。罗伯逊也给全场传达了一个信号，这里是安菲尔德，今晚没有任何特权，不管你是谁，我们都会将你撕碎。正是这样铁血肉搏的气势，最终感染了全队，成功完成大逆转。利物浦后来还最终捧起了当年的欧冠奖杯。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越来越成熟，罗伯逊后来在各种采访中无数次表达了对那一次的强烈后悔和自责。他说，那不是我的性格，每当我回顾那一幕，我都感到极度后悔，我不想看到自己做出那样的举动。那一晚在安菲尔德，大家的情绪都太疯狂了，球场内的噪音令人窒息，我整个人都失去了理智，完全是肾上腺素冲昏了头脑。那个动作对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梅西来说是极其不尊重的，甚至是带有侮辱性的。如果未来在赛场上或者其他地方再次能见到梅西，我绝对会亲自向他道歉。所以这个欧冠史上的名场面之一，
它既体现了底层逆袭的罗伯逊身上那种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狠劲儿，也在后来让他意识到自己始终应该保留的清醒和教养。哈哈，老 K 最喜欢看的浴血黑帮 Peaky Blinders， 虽然背景是英格兰的伯明翰，但里面有很多苏格兰帮派，特别是第5季，所以苏格兰人呀不好惹，但是南美人也不是好惹的。这里再说一段冷知识，路易斯·苏亚雷斯过去是利物浦的球员，他跟罗伯逊曾经是队友，甚至在利物浦的时候，苏亚雷斯就是国王。但也就是那一次巴塞罗那对利物浦，在第1回合苏亚雷斯打进第1个球的时候，选择毫无顾忌的滑跪疯狂庆祝，这让红军球迷和球员感到了被背叛。而当时在诺坎普，苏亚雷斯就用自己非常丰富的各种小动作频繁地骚扰罗伯逊，两个人多次发生非常激烈的口角。而后来两个人的怒火一直延伸到了球员通道内，在半场休息走向更衣室的时候，罗伯逊和苏亚雷斯在通道里险些发生正面的肢体冲突，还好被双方的工作人员死死地拉开。但第2回合回到安菲尔德，苏亚雷斯遭到全场红军球迷震耳欲聋的嘘声。有这么一个镜头，在有一次巴塞罗那的反击当中，苏亚雷斯和罗伯逊齐头并进地向前奔跑，当时球并不在两人脚下，只是并排跑。可是苏亚雷斯很狡猾呀，跑着跑着就非常隐蔽地踢中了罗伯逊的小腿和腹部，罗伯逊因此痛苦地倒地，尽管又咬牙坚持踢完了上半场，但终究因为腓骨的肌肉严重撞伤无法继续，半场休息就被换下。当时前利物浦球星罗比福勒在半场担任评论员的时候公开怒斥苏亚雷斯就是有意的，绝对是故意的。但赛后罗伯逊倒没有过多的纠结，只是向对方扔下了一句霸气的反问：现在是谁要去踢决赛？是我们。最有意思的是，罗伯逊中场受伤退场，虽然让球迷们惊出一身冷汗，但是这个被苏亚雷斯造成的危机却成了整场逆转最关键的胜负手。克洛普主教练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用中场维纳尔杜姆踢下受伤的罗伯逊，并且让老将米尔纳客串左后卫。但没想到替补登场的维纳尔杜姆下半场开场仅仅几分钟内就神兵天降，连入2球，瞬间将总比分扳平，这也彻底击碎了巴萨的心理防线。所以赛后罗伯逊还非常戏谑地补了一刀：我自己下场是为了团队，结果维纳尔杜姆上去就进了2个，所以谁在乎苏亚雷斯呢？哈哈，正是罗伯逊，一个极致的苏格兰硬汉。至今这段因为恩怨而起，最后以奇迹结束的插曲，是红军球迷津津乐道的名场面。那么苏格兰队这一次经历了情绪的过山车，首战1-0力克海地，拿到了36年第1场在世界杯决赛圈的胜利，全国都陷入了狂欢。但第2场对摩洛哥，开场仅仅70秒便因为防线的低级失误丢了球，最终0-1告负。主教练克拉克的战术哲学是建立在极限的纪律性、低位防守的紧凑性，还有高效的定位球。不过第2场0-1输给了摩洛哥，国内媒体也是各种拷问。苏格兰在近2届大赛中多次出现全场零射正的尴尬，他们这种窒息但缺乏观赏性的打法让许多球迷感到厌倦。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克拉克的铁腕，甚至有些孤傲的作风。第3场打巴西，苏格兰必须要重视多克这个球员，他们在对摩洛哥的时候缺少推进，缺少纵深，直到多克登场以后才有了速度和1对1，他能够拉开防线给边路传中，也能作为被压迫时候的出球点，而且他这一侧正好对上巴西边后卫的年龄问题。而巴西队左路仍然会围绕维尼修斯，他在对海地已经展示出自己的进球和助攻能力。帕奎塔在中路和左侧内部区域的接应，还有库尼亚在禁区内的跑动，这些都是巴西队最熟悉的进攻路线。但右路因为拉菲尼亚的缺席，安切洛蒂必须做选择，是路易斯恩里克呢、拉扬呢、恩德里克呢，还是马丁内利？现在迈阿密当地苏格兰的球迷们已经制造了小苏格兰的氛围，在棒球场、在街头、在酒吧，到处都有大量穿格子裙的球迷。 No Scotland, no party， 这是现场的口号。那么巴西球员我们都太熟悉了，老 K 再讲一段麦克托米奈的冷知识。现在别看他那么高，但麦克托米奈最有趣的事就是他的身高。16岁的时候他还只有1.68米，只是一个体型瘦小的中场，但随后18个月整整长了25厘米，长到了1.93米。所以由于身高长得太快，他深受奥斯古德施拉特病的影响，这是一种很常见的青少年膝盖疼痛的病。
所以14到15赛季他几乎一直是长期的休战。但好在他身处曼联的青训营。麦克托米奈后来曾经感慨，如果当时在其他俱乐部，管理层可能会因为他早期体型太瘦小，伤病又频繁而将他放弃。可曼联的教练沃伦·乔伊斯和保罗·麦金尼斯对他表现出极大的耐心，细心地呵护他的成长，严格控制他的训练和比赛强度。而且麦克托米奈还回忆过，当时在曼联青训体系有一项严格规定，年轻球员在进入预备队之前都必须穿纯黑色的球鞋，这是为了防止年轻人过早产生自大的心态。麦克托米奈虽然当时不喜欢黑球鞋，但后来承认这非常有助于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小时候的麦克托米奈5岁就在当地球队踢球的时候被球探发现了，进入了曼联的训练中心。而他父母为了经常开车带他去参加比赛，在旅途中为了打发时光，他就经常和父亲玩各种小游戏，比如谁能数出最多的宝马车。长大了之后，这些都是他最珍贵的童年足球的记忆。2008年，曼联推出了一项奖学金计划，要求小球员全日制的留校住宿。麦克托米奈就是首批的参与者之一。在那之前，他必须每天从兰开夏郡长途往返通勤。但是住读了之后，由于年龄太小，他非常想家，而他的母亲也常常因为思念儿子感到很难过。而麦克托米奈虽然出生在英格兰的兰开夏郡，但之所以坚决选择代表苏格兰出战，很大程度是为了完成他爷爷老弗兰克的心愿。而且穆里尼奥也曾经建议当时的苏格兰主教练麦克莱什务必要招募麦克托米奈，因为看起来英格兰队似乎要把他错过了。对了，在青训营的阶段，由于他的身高还没有长起来，太矮小，所以一直被当作一个动作细腻的10号位球员来培养。甚至在升入曼联1队的一开始，他曾经觉得自己被错位使用，他的天然属性其实不是这里。后来我们发现他更倾向于插上进攻，是一名全能型中场 box to box。 对了，这里还有一个冷知识，在2018年曼联赛季末的颁奖，当时的主教练穆里尼奥非常欣赏他，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事儿。他临时设了一个奖，叫教练心中的年度最佳球员奖，亲手颁发给了麦克托米奈，赞赏他流着红色的血，说他是曼联 DNA 的代表。但由于这个奖项是穆里尼奥在典礼进行的过程中临时起意，所以俱乐部根本没有准备，那么工作人员只能马上找替代品。最终麦克托米奈拿回家的是一个蜡烛台。对了，关于穆里尼奥，麦克托米奈后来也回忆过，当时他在1队训练，但是认为裁判呢有意偏袒，导致年轻球员这一队总是输给卡里克和阿什利杨那一批老将，于是在场上大发雷霆。随后穆里尼奥将他叫到了办公室，给他来了一次严肃的训话，告诉他在顶撞那些赢得过无数荣誉的老将之前，必须要先赢得老将们的尊重。但穆里尼奥真的非常喜欢他，经常称赞麦克托米奈就是曼联队内的疯狗。在2019年对阵巴塞罗那的比赛以后，穆里尼奥评价麦克托米奈在场上无所畏惧，不惧怕任何人，他通过自己高强度的逼抢和侵略性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而到了2025年，当时穆里尼奥已经在费内巴切当主教练，两个人再次相遇交谈。穆里尼奥在赛后采访还开玩笑地说，他既然是自己提拔了麦克托米奈，甚至为此将博格巴摁在了替补席上，那么麦克托米奈至少应该把球衣送给我吧。而对麦克托米奈来说，他自己爷爷家里至今还挂着一张他欧冠首秀的时候和穆里尼奥站在一起的照片。他的家人们对穆里尼奥非常感激，因为当时麦克托米奈只有21岁，正是穆里尼奥在他还没有完全定型的时候，给了他最初的职业赛场的机会。24年转会到那不勒斯之后，他表现出色，在这段时间他甚至是意甲最佳中场。他也坦言，在孔蒂执教那不勒斯的时候，找回了当初在穆里尼奥手下的那种感觉，那种为了俱乐部的荣誉而付出一切的欲望。现在穆里尼奥去了皇马，特别差中场，老 K 是真的希望麦克托米奈能够买过来呀。好，因为喜欢，再来段冷知识。麦克托米奈一直有个漂亮的女友叫卡姆雷丁，他们两人的感情非常稳定，甚至被意大利球迷称作足球界的皇室夫妇，因为他们非常的引人注目。由于麦克托米奈一到那不勒斯，第一个赛季就表现神勇，拿到了意甲冠军，还荣膺 MVP。而他在场上的统治力以及女友卡姆在社交媒体经常对那不勒斯表现出的喜爱，所以当地球迷亲切地称卡姆是意大利王后或者那不勒斯王后。
为了融入那不勒斯的氛围，这对情侣在一起度过圣诞节的时候，麦克托米奈还特意穿上了那不勒斯的经典复古球衣。另外一方面，卡姆是职业模特，同时他也是营销专家，还和父亲一起经营着一家财富管理公司。外界都说他们两人可能已经交往了6年了，但是一直很低调，直到22年卡姆公开出现在老特拉福德看台给麦克托米奈加油的时候才正式公开。不过有一点，麦克托米奈投资了卡姆的父亲经营的业务，却损失了200万英镑。尽管财务上很痛，但两人的感情没有受到影响。投资嘛，总有亏有赢。这次世界杯前，卡姆分享了2个人在伊比萨岛度假的照片，游艇、阳光、鲸鱼。随后他也前往了波士顿，加入了苏格兰的太太团。对了，在那不勒斯的时候，这对小情侣不仅一起享受美食，还被爆出一起接受了主教练孔蒂的语言培训，2个人一起上意大利语课，也为了尽快融入当地社区。现在他们的家在一个靠近朱里亚诺的海滨湖泊区，这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古罗马遗址利特努姆。古罗马的统帅大西庇阿功成名就后，因为政治斗争心灰意冷所以离开罗马就来到了这里隐居生活。他的墓地也在这里，死后还有著名的遗嘱，写道：忘恩负义的祖国，你不会拥有我的骨骸。意大利这个地方，那不勒斯这个地方也是美的不要不要的。老 K 知道那不勒斯起码有7个非常漂亮的海滩，大家去旅游的时候不妨去麦克托米奈小情侣经常出没的地方逛逛。对了，多说一句，巴西队必须要留意，麦克托米奈在预备队的时候经常因为球队的前锋短缺，他原本踢中场就曾经被临时推到了前锋线，所以那一段经历培养了他出色的门前嗅觉。他是经常在曼联和苏格兰国家队打入多次关键的进球，所以球迷有个戏称，将他称作麦克酱 Mike Sauce。 那么这一场博彩盘口和赔率方面，最开始巴西的出盘独赢曾经低到 1.33， 但随着赛前巴西的防守端出现了多名有黄牌在身的球员，还有边路的核心拉菲尼亚因伤缺阵，所以巴西的独赢赔率在赛前微幅上调到 1.37。 而苏格兰虽然他们独赢的赔率在 7.5 到 8.05 之间的高位，可是要注意双方都有进球，这个盘口交易量在过去10几个小时激增，市场很看好苏格兰利用身体的对抗和高空轰炸也能撕开巴西的防线。好，这一组另一场摩洛哥对海地。先说结论，看好摩洛哥胜2-0或者3-0。海地队最大的冷知识是他们世界杯预选赛所有比赛只能在海外进行，而且队里面26个人只有一部分出生在海地，大多数来自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地，所以海地的身份非常复杂。他们是一个很多球员无法长期生活在这个国家，但情感上却深度连接。而摩洛哥队，他们25岁的中场球员塞巴里，最新的消息，转会拜仁所有的手续和体检都已经完成。拜仁总监埃贝尔这一次工作干得很漂亮，他成功的将固定转会费谈到了5000万欧元以下，这也得益于他的团队启动谈判的时机非常早。所以为什么埃贝尔要赶在摩洛哥首场世界杯比赛前就要和埃因霍温达成协议？现在任务完成，老 K 赶紧来段冷知识。非常非常有趣的是，塞巴里他出生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但从婴儿时期他就患有严重的先天性足内翻。医生当时已经严肃地告诉母亲，这个孩子未来可能很难像正常的儿童那样走路。而为了纠正他的双腿，小塞巴里从1岁多开始就被迫在双腿上绑上厚重的特制脚型支架和重型的护具，整整穿了1年多呀。他是直到2岁才终于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那时候全家人都虔诚地为他祈祷，母亲的心愿极其简单，只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像一个正常人、普通人那样独立行走。可谁又能想到呢？这双曾经被断言无法走路的脚，竟然能够奔跑在世界杯的舞台上。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塞巴里随着父母举家从西班牙搬到了比利时。14岁那年，他好不容易进入了比利时传统豪门安德莱赫特的青训营。然而就在新赛季开赛前的几天，教练组突然通知他被开除了。而且当时青训营的球探和教练给出的理由非常伤人，他们认为塞巴里太胖，严重超重，很难成为职业球员，身体素质不行，直接断定这个孩子没有未来。好在这一次严重打击没有击垮他，塞巴里后来回忆说，这反而成了我更加疯狂刻苦训练的动力。他后来辗转在梅赫伦和亨克青训，拼命的减少脂肪，拼命的打磨技术。2020年他终于被豪门埃因霍温相中，
一路飙升，还荣膺了荷甲最佳球员。到了今天，他的强壮的体魄极具对抗性，这也是他屡屡能在中场生吃对手的绝对王牌。但出生在西班牙，成长在比利时，父母又是摩洛哥移民。当时比利时足协已经注意到他的天赋，已经是比利时国家队主教练的马丁内斯亲自给他打电话，试图说服他加入欧洲红魔。但塞巴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从小每到假期，父母都会带他回到摩洛哥的家乡小镇克萨尔科比尔。所以塞巴里说，我选择国家队必须听从我内心的声音，而不是那种算计啊，我去了哪儿出场机会会更多啊。不是的，我从小就告诉过所有人，我只想为摩洛哥国家队踢球。嘿嘿，对了，冷知识，就在今年年初的非洲杯决赛，塞巴里和他国家队的大哥阿什拉夫·哈基米，他们非常狡猾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偷走了塞内加尔门将爱德华·门迪放在球门旁的幸运毛巾。而在非洲足球文化中，许多门将的毛巾都被认为带有玄学，或者里面还有战术的小抄。而正是这种不合规的行为，让他们当时遭到了非洲足联的追加停赛和罚款。不过塞巴里本质上还是极有教养的，他后来亲自前往塞内加尔国家队下榻的酒店，当面向门迪表达了歉意。这个举动后来也赢得了大家的好评。现在塞巴里是摩洛哥队表现最出色的，2次世界杯出场都有进球。那么再加上阿什拉夫·哈基米、布拉辛迪亚斯，这一场战术方面，摩洛哥大概率还是4-2-3-1。控球的时候，布阿迪和埃纳维负责中场的保护，布拉辛迪亚斯、乌纳西、汉努斯在中前场寻找内部区域接球，哈基米、阿什拉夫右路压上，塞巴里攻击禁区和对方防线的身后。现在摩洛哥的传控系统非常的流畅，但就是终结进球能力偏低。博彩市场和赔率方面，两队的实力差距很大，摩洛哥的胜赔普遍压低到了 1.17 到 1.21 左右，隐含胜率超过了 80%。海地独赢的赔率高达 13.5 到 19.5， 爆冷的几率极低。而让球盘、亚洲盘口，摩洛哥普遍开出让1球半2球或者让2球的深盘，这个盘口的深度体现了双方账面实力的巨大差距。而且摩洛哥现在想争夺小组头名，欲望极其强烈。现在巴西和摩洛哥都是4分，巴西正3的净胜球优势，摩洛哥正1。那么如果想在淘汰赛避开其他小组的超级强队，摩洛哥就必须在海地身上争取更多的净胜球。所以市场预期本场比赛将有较多的进球，而选择摩洛哥赢球并且零封这样的复合玩法，可能比单纯的博弈大球更有市场价值。好，那么 B 组瑞士对加拿大。先说结论，这场倾向于瑞士胜或者平，首选1-1，次选瑞士2-1加拿大。那么瑞士队的扎卡阿坎吉，老 K 在之前都已经介绍过了。今天咱们聚焦一下对阵波黑替补登场梅开2度的曼赞比，他已经成为瑞士国家队在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单场打入2球的球员。20岁的曼赞比效力于德甲弗赖堡。冷知识他是差点成为了门将，因为在日内瓦街头刚刚接触足球的时候，曼赞比非常喜欢守门，但他的父亲和哥哥强力的阻拦，极力的劝说他，认为他用脚踢球有极高的天赋，最终才让他走向了中场球员。但是成长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在青训早期他也是身材过于矮小，发育的太晚，甚至在日内瓦当地的一些俱乐部因为他身体不够强壮，缺乏耐心去培养他。而2016年的法国欧洲杯，当时只有10岁的曼赞比就作为球迷的身份去观看了瑞士国家队的比赛，当时他就梦想有朝一日能够穿上国家队战袍，刚好过去10年，这个梦想就变成了现实。而曼赞比在赛场上标志性的庆祝动作是有个非常可爱的含义，他曾经透露这个手势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是芒果。现在由于出色的表现，像拜仁、曼联、皇马都将目光投向了他。过去12个月，曼赞比的市场价值飙升，1年前仅仅800万欧元，现在已经是5000万欧元。而因为他跟弗莱堡的合同要到2030年夏天才会到期，所以弗莱堡已经准备好趁着身价高赶紧套现。而加纳队这边，他们不幸的国脚科内已经重伤手术后还重返了球队，获得队友集体的掌声欢迎。
chair, get a chair, get a chair. Chair's right there, chair's right there. Sir.伊斯梅尔·科内也很不容易，他是加拿大足坛近来崛起最快的新星之一。小时候出生在科特迪瓦的阿比让，但当时国内的局势动荡，他的母亲苏珊娜为了安全和更好的生活，一直在秘密地筹划移民。后来直到出发前一刻才告诉小科内要搬到加拿大去，这让当时的科内感到了极大的冲击，方向感完全迷失。而7岁的时候，科内和母亲定居在蒙特利尔的 NDG 区。对于一个生活在热带非洲的孩子来说，蒙特利尔刺骨的严寒是巨大的挑战。好在足球成了他结交新朋友的工具，也迅速地适应了新的生活。科内一开始只会说法语，但最早结识的朋友们只能说英语。后来通过在学校午休和课后抱着个皮球去公园里踢球，很快打破了沟通的障碍。他现在精通双语，但科内并没有像大多数顶级球员那样，从小就进入职业队的精英青训学院。他只是一开始在当地的一个草根俱乐部踢球，直到17岁才加入了圣洛朗俱乐部。后来在教练的帮助下，将自己的比赛录像剪辑成集锦发到网上，成功吸引了经纪人的注意，也开启了自己职业的敲门砖。他从小非常崇拜科特迪瓦传奇巨星德罗巴。2015年，德罗巴转会加盟到蒙特利尔冲击队，年少的科内在看台上观战，看到这位来自家乡的超级巨星近在咫尺，哇，他感到不可思议。2019年，他带领球队获得加拿大 U17 锦标赛的铜牌，前往了比利时亨克和穆斯克隆试训。尽管试训表现很出色，但因为俱乐部的资金问题，还有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他只能被迫返回加拿大。后来以预备队成员的身份加入了蒙特利尔俱乐部，也迅速跃升到一线队。20岁的他就入选了22年世界杯大名单。但即便已经成为职业球员，科内依旧保持着很简单的生活习惯。他最喜欢的食物是母亲每周都会做的炸芭蕉配牛肉或者配鸡肉。如今24岁，他效力于意甲的萨索诺俱乐部。本赛季作为中场球员，在萨索诺首发33次，6个进球。他的跑动范围也是覆盖全场，希望这一次重伤能够尽早归来。这个孩子心态极好，重伤离开球场的时候还向观众挥手致意。而在病床上，当他的队友邦比托前往医院探望他的时候，他还在合照的时候做了鬼脸，相当的乐观呀。邦比托过去也因为小腿骨折，一个赛季没怎么上场，这属于难兄难弟了。这场球科内重伤缺阵以后，加拿大中场的空洞怎么办？因为科内不仅是防守屏障，更是连接防线和前锋戴维之间的枢纽。加拿大队在进攻中极其的追求速度，但也导致他们的防线和中前场拉得很开，空间很大。所以本场比赛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足球哲学的直接碰撞。瑞典是典型的欧洲体系化的控球流派，强调通过中场的三角传递和节奏控制消磨对手的逼抢，而加拿大带有强烈的美式红牛印记，追求极致的速度、极致的高位压迫、极致的快速垂直的转换。这届世界杯，加拿大队和美国队的比赛观赏性十足。而在赔率和博彩市场方面，一开始瑞士队被看作是微弱的优势方，但随着加拿大第二轮的6-0横扫卡塔尔，市场的信心开始向东道主倾斜。现在平局市场的潜在资金阻力极小，目前的积分形势，一场平局双方都能携手晋级32强，而大小球市场分歧明显，博彩公司都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场节奏很紧、低比分的防守拉锯战。特别瑞士队预选赛6场仅丢了2个球，他们的防守组织极其严密，但瑞士必须要全取3分才能夺取小组头名。所以一旦下半场平衡被打破，那么整场比赛的攻防转换可能会提速，这可能会瞬间击穿小球的盘口。而波黑和卡塔尔，先说结论，老 K 倾向于波黑胜，比分3-1或者2-1。波黑队40岁的泽科是无可争议的图腾一样的存在。这场对卡塔尔将是他代表国家队出战的第150场里程碑。他小时候出生在萨拉热窝，经历过萨拉热窝围城战。在他6岁的时候，有一天，小哲科非常想出去和朋友们踢球，为此恳求，甚至对母亲还生了气，但妈妈坚决不让他出门。仅仅几分钟后，一颗导弹就击中了他原本要去踢球的那个地方，在场的小朋友们不幸都死了。
泽科后来多次说是母亲的直觉救了他一命，而那时候因为战争，泽科全家只能挤在只有35平方米的爷爷奶奶的公寓里，多达15个人住在一起，他们还时常断粮种种的困难，甚至在睡梦中也要防备炮火。防空警报成为了德科童年挥之不去的阴影。但即使如此，他对足球的热爱从未减退。后来加入了波黑豪门泽列茨尼察的青训营。刚开始他并不被看好，因为身材过于高大，而且当时踢的是中场。他被教练和球迷们取了个外号叫木桩，甚至有高层认为他缺乏职业球员应该有的技术，应该有的速度。所以当2005年捷克俱乐部特普里采队出价2.5万欧元求购泽科，当时泽列兹尼察的高层感到非常惊讶，甚至形容这就像是中了乐透大彩一样，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转会。所以冷知识，泽科因为小时候童年在战争的阴霾下形成了极为内敛的性格，所以他第一任教练曾经叫他是个尴尬的人。因为泽科进球后很少庆祝，但他却非常的聪明，能够流利地使用5种语言：波斯尼亚语、捷克语、德语、英语和意大利语。随着职业生涯的蜕变，他从当初被嘲笑的木桩变成了优雅的萨拉热窝天鹅，这成了后来他的外号。而泽科的偶像是自己的父亲，过去的一名低级别联赛的球员。当时泽科刚刚加入俱乐部的时候，父亲每天要换成2班公交车和1辆电车送他去训练，每次离开前还会递给他一只香蕉，并祝他好运。正是在波斯尼亚战争的炮火中长大的泽科，塑造了自己坚韧的性格。这里说段冷知识，因为波黑这个国家许多人不熟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它地处著名的欧洲火药桶巴尔干半岛，它的历史充满了3个种族的交织冲突和融合：波什尼亚克族、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波黑在15世纪先是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在这期间，许多当地的斯拉夫人改信了伊斯兰教，形成了后来的波什尼亚克族，也就是穆斯林族。而1878年柏林条约，奥匈帝国开始代管波黑。1908年，奥匈帝国正式单方面宣布吞并波黑，这引发了当时巨大的波斯尼亚危机，加剧了斯拉夫人和奥匈帝国的矛盾。而随后1914年，奥匈帝国的皇储裴迪南大公，此刻就是一名主张南斯拉夫统一的塞尔维亚族的青年。这个最著名的事件导致了第1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战以后，波黑并入南斯拉夫王国；2战以后，成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6个加盟共和国之一。但随着铁托的去世和东欧巨变，1992年南斯拉夫解体，波黑举行了独立公投，波什尼亚克族也就是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都支持独立，但是占有人口很大比例的塞尔维亚族则抵制投票。波黑随后宣布独立。这次公投引发了惨烈的内战，塞尔维亚族在南斯拉夫军队的支持下，试图建立一块和塞尔维亚相连的领土，于是与波黑的波族和克罗地亚族展开了持续3年半的交错各种混战，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和难民潮。一直到1995年11月，在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干预下，才签署了停火协议。波黑也就被分为了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波黑联邦以波族和克族为主，塞族共和国以塞族为主。这是2个自治的实体，由3族轮流担任主席团成员。所以现在的波黑其实是2个实体加1个特区，一个是波黑联邦，一个是塞族共和国。波黑联邦大概占全国总面积的1半，塞族共和国拥有自己高度独立的行政、议会和警察系统。另外还有一个布尔奇克特区，这是一个面积很小的直辖特区，由2个实体共同管理，实质上直属国家主权。而这2个自治的实体呢，又各自拥有自己独立的总统、议会、政府，甚至还有独立的警察部队。所以波黑的中央政府权力相对比较弱小。塞族领导人那边是长期亲俄罗斯、亲塞尔维亚。这几年塞族方面还不断扬言要举行独立公投，想退出波黑，但是也很难，因为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各种施压。不过现在呀，正通过渐进式的脱钩想对抗中央，比如他们拒绝执行波黑宪法法院的裁决，想试图收回中央政府享有的司法和国有资产的特权。现在就很复杂，根据戴顿协议联合国向波黑派遣了高级代表，拥有撤换违宪的官员，也能够强制颁布法律，还拥有至高权力。所以塞族共和国以及支持他们的俄罗斯都强烈反对这种制度，甚至拒绝承认现任高级代表的合法性，认为这是西方对波黑的新殖民统治。
所以也是长期的司法拉锯战、政治拉锯战。而且由于克罗地亚族在波黑联邦内部人口上少于波族，也经常抱怨自己的政治话语权被波族稀释掉了。有一些激进的克族的政治力量也主张将波黑联邦再次拆分建立一个纯粹由克罗地亚族统治的第三实体。不过还好，目前整体局势还是稳定，但也很脆弱。主要就是北约和欧盟在波黑驻扎有强大的维和部队，军事的震慑力极强。三族的军队在05年已经合并为统一的波黑国家军队，所以内战的可能性较低。但是由于三个种族在几乎所有的重大议题上都拥有一票否决权，比如像加入北约、对俄罗斯制裁、中央集权改革等等，所以他们的机制也是相互掣肘，国家行政的效率极低，经济发展极为滞后，大批年轻人也是看不到未来，选择移民海外。好，扯远了。战术方面，哲科和德米罗维奇双塔在高空碾压力是十足，特别是泽科的头球强点和背身做球能力几乎无解。而卡塔尔方面，主力左后卫红牌停赛，临时拼凑的防线高度上存在天然劣势，只要波黑能够在右路频繁起球，泽科的头球摆渡配合德米罗维奇的2点跟进，这样卡塔尔的禁区就会遇到饱和式的轰炸。而卡塔尔唯一的机会在于阿菲夫的个人创造力，阿菲夫通常在左路活动，他的变向还有短传和阿里可以寻求2过1的配合。这方面波黑的右后卫德底奇在上一场比赛中已经展现出机动性不足，所以只要阿菲夫能够在德迪奇这一侧制造足够的犯规，卡塔尔就有机会利用他们擅长的定位球战术制造杀机。另外，马迪博的红牌停赛彻底瘫痪了卡塔尔在中场的拦截能力，在中场很难阻挡波黑的年轻中场塔西罗维奇和吉格维奇的高压逼抢。一旦波黑队在中场中圈附近完成断球，就能直接打击卡塔尔防线的身后。所以博彩市场资金流向方面，市场对波黑的胜赔开在 1.4 到 1.45 极低的区间，对波黑的独赢有压倒性的信心。而且市场认为，一旦双方任何一方在下半场后半段处于平局，都会采取极端的不计后果的对攻，所以平局出现的概率比较低。而大小球盘口直接开出大 2.5 球的超低水，甚至开出3球盘，所以庄家认为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演变成混乱的拉锯战，甚至是大比分决战。好，那么捷克对墨西哥，先说结论，老 K 倾向于墨西哥占优1-0，但也有可能1-1战平。墨西哥的队长阿尔瓦雷斯非常的有韧性，今年2月刚刚接受了左脚踝手术，一度好像已经赶不上世界杯了，但最终凭着坚韧的意志，以队长身份参加个人第3届世界杯。阿尔瓦雷斯这个球员也是非常的励志，他出生在墨西哥城北部的特拉尔内潘特拉，小时候他就在家里面给父亲打工，父亲开了个足球球衣制作的小作坊，专门为当地的业余球队制作球衣。后来阿尔瓦雷斯也笑称，这就是他最早接触足球的方式。9岁的时候，他加入了帕丘卡青训营，但4年后因为身材实在太矮小而惨遭解约。13岁的他深受打击，甚至向父母哭诉说再也不踢足球了。好在父母坚信他有天赋，一直鼓励他要坚持梦想。妈妈甚至还陪着他去看心理医生，接受心理辅导。后来终于有一个球探看上了他，推荐他去墨西哥的美洲俱乐部试训。试训成功以后，他每天要花上3到4个小时往返于家和训练基地。为了不错过训练，他将自己小时候微薄薪水的70%都花在了交通上，搭乘地铁，搭乘出租车。在球场上，他的作风强硬，拼抢凶狠，所以球迷和队友给他起了个外号，这是个墨西哥的俚语，单词的意思是硬汉，坚韧不拔。所以这个特点在他从小面对比自己高大的多、强壮的多的对手的时候就展现得淋漓尽致。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阿尔瓦雷斯是队内最年轻的球员，然而就在对阵瑞典的小组赛，他不慎攻入了一粒乌龙球，一度遭遇网暴，但他也迅速调整了心态，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是越来越强硬，越来越强硬。2019年，他从墨西哥美洲队转会到荷兰的阿贾克斯，当时身价1500万欧元。2023年又从阿贾克斯转投英超西汉姆联，身价已经高达3800万欧元。上个赛季曾经租借到土耳其的费内巴切。阿尔瓦雷斯凭借自己的精神属性，现在是墨西哥队当之无愧的队长。这个28岁的队长小时候还被嫌弃长得太矮小，但现在身高已经达到1.87米。那么这一场捷克对墨西哥，捷克的战术他们不靠那种漂亮的控球，而是依靠纪律、身体、快速反击和定位球。
这种踢法不好看，但很可能是小组出现的钥匙。捷克对墨西哥，他们必须把希克顶在最前面。绍切克和克劳伊奇在定位球、后点和2点球制造高度的优势，而墨西哥的优势在于主场作战，他们的技术非常好，控球推进，防守也稳定。但关键的问题是进球。墨西哥球员的特点很像日本队，身体不太好，但技术极为优秀。这一场最关键的对位就是捷克的定位球对上了墨西哥在禁区内的防空。另外，捷克很可能针对墨西哥的边路进行传中和后点的冲击，而墨西哥方面在内部区域的推进。如果菲达尔戈、莫拉出场，那么他们就能在中前场打出娴熟的小范围配合，在内部区域突破以后，再找基尼奥内斯或者西门尼斯。捷克队过去2场都是先进球，但却没能赢下来，说明他们的低位保护还有在中后场的控球抗压是隐患。由于墨西哥队已经提前锁定了 A 组头名，所以很可能会轮换。所以这一场盘口和博彩市场预计双方的进球数偏少，市场对墨西哥队持观望态度，而南非对韩国看好韩国不败，比分可能是1-1或者韩国2-1取胜。韩国队的一哥孙兴敏从小就是父亲孙雄正亲自带着踢球一步步练出来的，他和他的哥哥在父亲手下反复的练基本功，每天甚至练4个小时以上。父亲训练的严格，打骂是家常便饭，甚至有一次父亲将孙兴敏往死里打，惹得邻居的大妈报警才能停得下来。而孙雄正曾经说过，自己球员时代只是3流，但是要把失败的经验转化成训练的哲学，所以他要求孙兴敏在15岁以前不踢任何正式的比赛，16岁以前不进行任何射门训练，因为他坚决杜绝拔苗助长、杀鸡取卵。16岁以后，孙兴敏通过韩国足协和德国汉堡队的合作项目赴德国，在那里孤身去适应欧洲的职业足球。在德甲，他也多次遭遇过种族歧视。后来来到英超热刺，第1个赛季适应非常困难，一度想离开，是主教练波切蒂诺苦劝他留下。后来的孙兴敏和哈里凯恩创造了英超历史级别的进球组合的记录。21到22赛季，孙兴敏23个进球并列拿到金靴，而且没有踢过任何一个点球。2025年，作为热刺队长，终于赢得欧联杯，补上了自己职业生涯最重要的奖杯拼图。孙兴敏自己过去回忆过，小时候父亲要求他颠球，连续4个小时颠，1个球都不能落下来。到最后他双眼充血，他眼睛里看出去全是通红的一片。但这就是孙家的训练哲学。父亲甚至告诉他，在职业生涯退役之前不应该结婚。孙兴敏也答应了。这个从小答应父亲即使死了也要踢球的孙兴敏，在职业生涯阶段，他的足球优先于一切。现在韩国队前2轮1胜1负，主力球员的身体状况都很好，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伤病，而是孙兴敏到底该怎么使用。对墨西哥，孙兴敏被越位陷阱和对方的防线压缩，限制到几乎没有任何射门的空间。所以这一场排兵布阵，如果李刚仁在右侧内收，他会面对韩国的左后卫和左中卫之间的内部区域。南非队莫科纳缺席以后，他们中场横向补位的能力下降，李刚仁的斜传、直塞和2点球的处理会很关键。而韩国如果改打3中卫，2个边翼位压上以后，身后就会有空间。而南非队的阿波利斯、马塞科或者福斯特拉边的时候，就会尝试攻击韩国队边中卫和边翼位之间的内部。这时候金敏哉的横移和补防的速度是防线稳定性的核心。而南非队因为这场必须要赢，所以防线可能比前2场更加靠前。韩国可以充分地利用他们身后的空间，尤其是孙兴敏、黄喜灿、吴贤奎的纵深冲刺，还有南非球员的身高普遍偏矮，曹圭成和吴贤奎的空中对抗可能成为后手。对南非来说，韩国队跑动能力强，纪律好，南非队就需要在冒险压上还是防止被打反击之间做平衡。现在博彩市场和盘口方面，韩国队的胜率预测大概是 57%， 南非队胜率 18%， 打平的概率 24%。 而在大小球的盘口，以 2.5 球为分界线，资金略微的偏向进球更多的大球。另外，许多职业资金的焦点聚焦在平局。好的，朋友们，小组赛第3阶段又要来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 K 足球新闻。感谢您动动手指点个赞，也感谢您的评论、热推和分享。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咱们明天再见。